大家好，我是一德。大家好，我是苏苏，欢迎来到 Down to Earth Chinese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讨论动物。是的。动物虽然很可爱，但是在中文里很多时候它们的意思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鸡在中文里不单单指桌上的美味，还有两个人人都知道的意思，一个就是鸡鸡，和英文一样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另一个意思是妓女。所以如果当你听到一个人把另一个女生形容成鸡，那一般就是在说这个女生的私生活非常的混乱，他在骂那个女生是妓女。 It's really bad。 像找鸡、鸡店、鸡头这些词呢，基本上都是和妓女这个行业有关的。当然有一个情况是特殊的，吃鸡。别紧张，吃鸡呢特指某个游戏，和妓女完全没有关系，也就是跟 PUBG 那种 Battle Royale 游戏有关。如果你不玩游戏也没关系，生活里听到朋友说这个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想多了。那我们继续，关于鸡呢，还有一个意思不是那么不好，但也很有意思的词，铁公鸡。铁公鸡，铁公鸡一毛不拔，是中国每个人都知道的歇后语，形容极端吝啬，非常抠。所以如果说你想形容一个人非常小气，非常抠门，你就可以说他是个铁公鸡。他是个铁公鸡。还有一个和鸡有关的词呢，我们生活中也会经常用到，但也没有不好的意思。落汤鸡。落汤鸡，落汤鸡就是浑身湿透的人。比如说啊，今天外面下大雨，你又没带伞，然后你一直在外面走，那你肯定整个人都被雨淋湿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我是个落汤鸡。我是个落汤鸡。OK， 下一个。鸭。那有鸡怎么能没有鸭呢？鸭在中文里的意思呢，和鸡正好相反，是指男妓的意思。所以找鸭子其实就是去找男妓，然后鸭店就是指他们工作的地方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如果一个女生和一个长得很帅、身材很好、活儿也很好的男生睡了，然后呢，她发现这个男生是个渣男，自己立马被甩了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可能就会开玩笑安慰自己说：“哼，我就去当找鸭子了。”那关于鸭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，公鸭嗓。公鸭嗓，公鸭嗓呢是指对低沉沙哑的声音的一种贬义的形容，表示这个人的声音很难听，像鸭子叫，你知道，嘎嘎嘎嘎嘎嘎嘎。这个词男生女生都可以用，一般会用在女生的身上比较多。比如一个女明星长得很漂亮，但声音很难听，人们可能就会用公鸭嗓来调侃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小孩子会有变声期嘛。Hi guys， 在那个阶段呢，你的声音会变得特别难听，那也算是公鸭嗓。另一个和鸭有关的词，生活中也会经常用到，旱鸭子。旱鸭子，旱鸭子就是指不会游泳的人。比如别人约你去游泳，但你不会游泳，那你可以说我是个旱鸭子。我是个旱鸭子。Alright， 下一个动物。狗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说的是人类的朋友。狗在西方一般象征着忠诚，但在中国和狗有关的词一般不太好。虽然说狗狗非常可爱，很多中国人也很喜欢狗，家里也会养狗，但确实狗在口语中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贬义词。我们先说狗这个字本身，如果你说一个人狗，那你就在骂人。如果你说我是狗，那我肯定要说你才是狗呢。那骂人是狗呢，没有什么很具体的意思，就可以理解为不是人，很差劲的意思。那怎么用狗来骂人呢？他太狗了。他太狗了，就是说他很差劲。那你可能会觉得这样骂人不太解气，对吧？所以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了很多跟狗有关的词来骂人。狗腿子、狗崽子、狗娘养的、哈巴狗、疯狗、狗杂种、狗东西、狗日的，这些都是骂人的话。OK， 下一个。猪在口语里也算是一个比较有侮辱性的词吧。提起猪呢，一般让人想到的就是好吃懒惰、比较笨或者很胖。对，这个词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意思。像我小时候呢，房间很乱，可能不叠被子啊，书到处都是，我妈这时候就会说，能不能把你的猪窝收拾一下？猪窝就是指很乱的房间。猪食，那猪食就是指很难吃的食物。这个菜跟猪食一样，就是说这个菜很难吃。猪
猪头。猪头一般用来骂一个人很笨。你是猪头吗？你是猪头吗？就是你这么笨吗？肥猪。肥猪。肥猪一般用来骂一个人很胖，他是个肥猪。他是个肥猪，就是说他很胖。还有一个词也想要大家知道，白皮猪。白皮猪，白皮猪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词，来源呢我们就不细说了，大概就是一般情况外国人我们默认为白人，那亚洲人对于白人有一个刻板印象，就是体型比较大，然后比较胖，所以你懂的。So 如果你在任何场合或者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白皮猪 ，you need to know they aren't calling you a cute little white pig. Ooh, they're actually being extremely rude and racist. Alright, 下一位。牛。牛这个词吧，它比之前几个呢要好一些，它不会有那么强的侮辱性。是的，有时候呢也会有好的意思，比如说牛就是指一个人非常厉害。你真牛啊！你真牛啊！就是说你好厉害哦。和牛一样，你也可以说牛逼 or 牛批。当然这就不那么文明，不过也都是厉害的意思。那说了好的牛，我们来看看不那么好的黄牛。黄牛可不是那种黄色的牛，而是指二道贩子。在中国很多人会去抢购那种限量的产品，然后再加价高价卖出，从而获得中间的差价。这种人我们就管他叫黄牛。比如演唱会门票、网红小吃或者限量的某种产品，都会看到黄牛在中间赚钱。怎么用呢？他是个黄牛。下一牛，吹牛就是说大话的意思。如果有一个人总爱说大话，没有一句是靠谱的，那么你就可以说别吹牛了。你还可以说他喜欢吹牛。接下来几个词呢，和牛的性格会有一点关系。在中国我们认为牛具有倔强的性格，所以就有一个词叫做牛脾气。牛脾气就是指这个人很倔。他呀牛脾气，就是说他非常的固执，非常的倔强。那相似的意思呢，还有轴，你可以说他呀轴得很。同样是表示他的脾气非常的倔强固执，很难改变他的想法。还有一个词也跟这个有关，牛角尖。我们一般呢会把这种喜欢死抠琐碎没有意义的问题的行为，或者非常固执不听劝的行为，叫做钻牛角尖。他特别爱钻牛角尖。不要钻牛角尖。下一个是一个成语，对牛弹琴。这个成语呢，其实在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也蛮高的，意思就是没办法沟通，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，一般呢会有一点点瞧不起这个人的意思。我跟你说话真的是对牛弹琴。意思就是我真的跟你聊不下去了，你也不懂我在说什么。So yeah, that's it. 今天的内容也差不多了。关于动物的词还有很多，我们下次会跟大家继续分享。那后面呢，我们也会做更多这样有意思的视频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接地气的口语。如果你喜欢学中文，对中国文化有兴趣，那记得关注我们，还有记得打开下面的那个 notification button， 这样后面你不会错过任何更新。错过会后悔。那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中文的问题，或者想了解的词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还有记得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好吧？那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 ，peace。